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绿色造型梦回青春，电竞少女感爆棚，美到让人心动。赵丽颖的绿色造型如森林精灵般灵动，将甜美与飒气完美融合，肌肤透亮如晨光，眼神藏着小秘密，每一帧都像画中走出的仙子，让人忍不住想珍藏这份清新与惊喜。赵丽颖这组绿色造型真的是美到我心坎儿里。你说，平时看她素颜清纯，或是甜美镜头里那一抹笑，没有太多花哨，但这一回，哎呀妈呀，直接把我镇住了。整个感觉像个森林里的精灵突然活了过来，带点俏皮又带点飒气，简直就是画里走出来的人物嘛。绿色本身就有那股清新脱俗的气场，偏偏她穿上那块颜色，立刻就跟天生就是这片林子的一部分似的。对她的皮肤，那真是细腻的让人惊叹，白的怎么都不觉得突兀，那光亮细腻，每一个毛孔都像被打磨过一样，重到能映出倒影来。配上那宛如剥壳而出的娇嫩小脸，眼睛大得像两汪清泉，笑起来真的超级甜，像极了我们小时候幻想的那种森林里的仙子。但是又不能忽视那股飒气呀，小腿一抬，腰一扭，就那股神气，既柔又刚，瞬间就抓住了我的心。说到这个造型啊，重点就是说，这颜色怎么就那么衬她？明明是单纯的绿色，却因为她的肤色和五官，变得特别有生命力。那种绿像森林深处的惺忪晨光，又像青苔上的露珠，带点点的灵动。穿上这种，仿佛在宣告，我就是大自然的宠儿。她用自信把那份野性和甜美揉在一起，诠释的完美极了。突然想起去年在某个杂志大片里的她，穿的就是类似色调，但这次年轻、活泼，带点叛逆，小仙女的感觉不用多说，看了都想叫给我来一盘待机的冲动。要说最亮眼的，还不是那一抹皮肤的光泽，而是细节。你知道吗？绿色本身就不容易驾驭，容易让人觉得有些普通或者单调，但它偏偏就能把这个色系变成视觉焦点。妆容也很巧妙，淡淡的光影突出了眼神的灵动，嘴角那点微笑像藏着点秘密，带点调皮，完美融合了仙气和少女感。发型也别出心裁，用那款微微凌乱的盘发，带点慵懒感，原本清新活泼的感觉突然多了一份娇媚，这就像是森林里的精灵偷偷学会了人类的情调。这个造型极尽巧思，就是要让人一眼就记住它的那份飒气和甜美，不是简单堆砌的，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。从上到下都给人一种我就是森林的小公主既视感。真的没想到她还能有这种生命力的展现，每次看到这样的造型，心里除了羡慕好奇，更多的就是佩服。感觉她平时那种温柔婉约的风格，也许只是在隐藏着自己的另一面。我一直觉得赵丽颖的优势，就是永远能在不同角色里找到不同的感觉，没有一种固定模式，她可以甜到心坎里，也可以飒到天边。这次的绿色，偏偏就是她最擅长的那一笔色彩，用最纯粹的元素，拼出最丰富的感官体验。就像一场森林里的冒险，她既是主角又是配角，飘忽在奔腾的绿意之间，又浑然天成。我突然想到，什么时候她能考虑拍一部电竞题材的剧啊？想象一下，一个森林精灵变成电竞少女，带着那股飒气和灵动，简直燃爆了好吗？现在的她完全可以无限切换身份，既能做女神，也能做那种带点野性的酷妹子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一定又是一场视觉盛宴。这组绿色造型不是简单的漂亮就能说得过去，简直是在说，我就是你心里的那片绿，鲜活、自然、灵动又迷人。每次看它，我都刻意放慢呼吸，想把那份清新融化在心底。赵丽颖还是那个带着森林种子，洒播给我们无尽惊喜的女孩。只希望她一直都能保持这份天生的灵动与自信，毕竟
这样的美丽，才像森林深处那一抹不经意的绿，最让人心动。在最近的一组大片中，赵丽颖以一身绿色造型惊艳亮相，宛如森林中走出的精灵，清爽灵动，甜美飒气并存，瞬间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。绿色是极具挑战性的颜色，但赵丽颖却穿出了独特的氛围感，不仅没有压住她的气质，反而让人看到了她鲜少展现的电竞少女感。皮肤白皙透亮，眼神清澈坚定，既有青春的明媚，又有成熟女性的干练与自信，这种美感让人一眼难忘。对于一直以来被观众定义为古装女神、实力演员的她而言，这一次的时尚突破不仅仅是一场造型尝试，更是她不断进阶、持续换新的另一种证明。很多人说，赵丽颖的美是耐看的，并不是第一眼就惊艳全场的那种，而是细细体会后会越发沉醉。她的绿色造型正好印证了这一点。绿色在时尚圈常常意味着活力、自然、清新，但若没有足够的气质支撑，容易显得突兀甚至土气。然而，赵丽颖却凭借她独特的氛围感和与生俱来的亲和力，让这身绿色装束显得自然又和谐。她没有刻意摆出夸张的姿态，也没有过度依赖妆容去强化气场，而是通过轻松、松弛的状态传递出属于她的治愈感。这种从容与自洽本身就是最打动人心的美。从少女到母亲，从新人演员到实力派代表，赵丽颖经历了长时间的沉淀，她的气质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绿色造型下的她，看似满满的少女感，但细看之下却有着沉稳优雅的底色。就像她的人生与事业一样，她从不急功近利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，经历过争议与低谷，也收获了掌声与认可。这份从容赋予了她独特的魅力，让她即便是尝试新鲜的造型，也能轻松驾驭，自然出彩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丽颖的电竞少女感成为了这次造型讨论的高频词。很多网友惊叹，她仿佛化身为一位清爽灵动的青春角色，眼神中闪烁的光芒仿佛带着故事。这与她平日里低调坚韧的形象形成了反差，让人感受到她身上更多元的可能性。她可以是荧幕上英姿飒爽的女英雄，也可以是生活里温柔治愈的好朋友，而这一次，她又展现出年轻、灵动、纯粹的一面，让观众在熟悉与陌生之间获得惊喜。事实上，赵丽颖的造型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，更是一种精神传递。她用绿色诠释的是一种生命力和希望感。在快节奏、压力重重的现代社会，很多人早已习惯了麻木与疲惫，但看到她这一身绿色造型时，却仿佛被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能量。那份自然、清新、舒适，像是一阵微风拂面，提醒人们去寻找生活中的轻盈与美好。这也是为什么她的时尚表现总能引起共鸣，因为她并不仅仅是在展示一套衣服，而是通过她的气场与真诚，把积极的力量传递给了观众。有人说，赵丽颖的时尚感从来不是靠奢华堆砌出来的，而是源于她内心的自信与松弛。她的绿色造型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在细节处透露出的质感，正是她多年来积累的结果。眼神的坚定，微笑的甜美，姿态的自如，都让这身造型被赋予了更多意义。这不仅仅是一次造型的成功，更是一次气质的升华。她没有依赖华丽的装饰，而是让自己成为了造型中最耀眼的存在。赵丽颖的魅力之所以能够让人心动，还在于她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。无论是演技上的精进，还是时尚上的尝试，她都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不被定义才是最大的自由。从古装小花到影视大咖，从农村女孩到国民女神，她的成长故事本身就极具励志色彩。而如今，她依旧保持着对事业的热情与对生活的热爱，这种状态不仅让她的美更加有层次，也让她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。我们看到的绿色造型，是她外在的惊艳，但真正打动人心的，是她背后的坚持与努力。
他没有因为流量而妥协，也没有因为质疑而退缩，而是始终走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。绿色代表着希望与生机，这正好对应了赵丽颖的职业轨迹。她用行动告诉观众，只要保持真诚与热爱，就能在任何领域绽放光彩。如今的娱乐圈充斥着快消品与短暂的热度，但赵丽颖却用一个又一个角色，一组又一组惊艳的造型，赢得了观众持久的喜爱。这份稳定与长青，源自她的实力，更源自她的人格魅力。她没有急于求成，而是默默用作品和努力积累口碑，这正是她能够美到心动的真正底气。结论上来看，赵丽颖这一次的绿色造型并不仅仅是时尚层面的突破，而是她人生态度与职业精神的延伸。她用一种轻盈的方式告诉我们，美不一定是强烈的侵略性，也不一定是浓烈的张扬，而是可以温柔、治愈、松弛却又自信坚定。正因如此，她才能在无数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成为娱乐圈少见的长红代表。在这里，也想对大家说，或许我们无法都像赵丽颖一样拥有舞台的聚光灯，但我们却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绿色。那份清新与希望，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颜色，更是一种内心的力量。让我们学会像赵丽颖一样，不随波逐流，不被外界定义，坚定走好自己的路。美，不只是外貌的光鲜，更是内心的松弛与自洽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生活的舞台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从流量偶像到国际新星，王一博的逆袭之路刷新你的认知。王一博用舞蹈征服舞台，用赛车刷新中国速度，更用演技打破文化壁垒。这个河南小伙正以3期全能的硬实力，让世界重新定义中国偶像。从 UNIQ 组合到国际赛道，他用每个转身证明，文化输出不是噱头，而是骨子里的东方灵魂与全球审美的激情碰撞。说起如今中国造星工厂的出口业务，打个比方，那是洛阳纸贵都不够用来形容的热闹劲。你见过联合国场子边上蹦迪的青年，还能顺便拿大金杯赛道标个100迈吗？反正我这把岁数，头一回碰上能把舞台、荧幕、赛道3合1的奇人，王一博正是此中代表。1997年出场的河南小伙子，硬是凭借一身才艺，成了国际饭圈的大气儿网红。中国艺人能走出国门，啊哈，这事儿靠谱吗？这一问，今天咱就扒一扒王一博这一路拼出来的国际范儿，看看到底鸡血灌到了哪儿，能不能搅起娱乐圈国际大锅饭里的真正腥风血雨。先甩给大家一个嘴炮，咱国内和国外对中国艺人能不能火到国际的争议，简直是东风压到西风，炒的一锅粥。老外说了，亚洲脸只有韩星和日剧能打。国内粉丝怒极反击，你见过王一博跳舞没？他那一甩100，比震天响还吸睛。海外吃瓜群众冷静旁观，盘问会跳舞，会赛车，能演戏，是不是噱头大过实际？这边舞台上王一博随便一个转身，立马引来一片哇塞，赛道上一脚油门，中国速度也能全球刷屏。可真到国际认证的时候，大家又开始犹豫了，艺人凭什么能做文化输出的桥梁？他那点子中式潮流，到底是小打小闹还是大国自信？说到这儿，不禁让人捏把汗，国际化是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儿？双引号。要说王一博这拼劲，那绝对不是躺赢型，是地道打怪升级型。唱跳全能，在 UNIQ 这个组合里熬过千锤百炼，舞台上的每一次爆发都像是功夫熊猫附体，腰里都是灵活劲儿，眼神里全是狠角色，普通人看了都直呼服了。你以为跳舞厉害就够了？他还把赛车玩出花，珠海国际赛道飙车，不是那种敲边鼓玩票性质，全是真刀真枪的比。他这双重身份，不光冲破了国产爱豆只能靠脸和人设的偏见，更让海外圈子不得不侧目。演技这块，很多演员都在口号里迷失，
而王一博是真把角色魂拿得稳稳的。有时候看他演古装剧，那小眼神都写满了人世沧桑，现代剧里改头换面，也是全员代入感拉满。粉丝说他是表情管理大师，路人也承认演得真能整个人带进去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国外影评人居然用 soulful 和 versatile 来夸，说他那气场能跨文化打动人心。别的不说，这种操作让国内外饭圈们都开始把学中文列进追星清单，王一博成了东方灵魂出口专员。但你要真以为这事儿就一帆风顺，那真是想得太美。国际化这条路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实际上暗流涌动。海外饭圈里不乏挑刺的家伙，自带高冷气息，动不动就把东方人只能打配角挂嘴边。都说王一博多才多艺，可欧美主流圈子经常拿文化差异做门槛，你们中国偶像是不是包装出来的？国外媒体有时候就爱抖机灵，他到底能火多久？是不是昙花一现？王一博也不是神仙，他的天天琢磨怎么兼顾荷包和梦想，怎么照顾全球粉丝口味，背后还有国内明星间的卷王争霸，大家都在拼到飞起，但国际市场能不能接得住，全都是未知数。一部分国内观众自带玻璃心，搞个国际出圈就觉得是民族大业，另一部分则保持冷静，你这是炒作吗？真能代表中国？大家都怕他成为偶像素4一波流，今天火明天护，比隔夜饭还不抗饿。有人劝他低调点，好好做演员，别老飙车子，三心二意。也有人站队全能型兄弟，这就是新时代的艺人模样。双方扯来扯去，真像东北大妈抢年货，谁也不认输。没想到王一博大爷本人一个大翻盘来了，你以为我就靠脸混饭吗？我其实是多线程操作。他不光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，还做得成国际文化传播使者。2023年，他出席国际时尚盛会，和 EVISU 签约赛车手的新闻在日本媒体炸开锅，外媒评价这是中日潮流的桥梁。粉丝社群如病毒般扩张，瑞士铁粉都开始学中文，奶奶级别的伯安大妈也混进王一博后援会，真叫人炸裂。这时候，王一博不是孤立无援的人物，他成了典型的跨界典范，既能在演唱会上点燃气氛，也能让国际赛车圈见识中国小伙得很近。国内小年轻们更是打鸡血，有王一博在，我们不怕世界不认识中国。不仅艺人队伍，连文化产业的路子都被他一人铺宽了些，真成了文化输出的新变量。他把中国文化玩细了，舞蹈里埋伏太极拳，音乐 MV 搞民乐混搭，影视剧屏幕挂满传统元素。外国粉丝感叹，这小伙比中国大火还要热。每次他出国捞金，顺手还带着一堆中国品牌和符号，活生生的把 Made in China 变成了 Loved by Global。别看这事儿听着玄乎，其实是一帮追星少女和赛道男孩悄悄在世界各地打成一片。王一博就这么硬生生把中国艺人的国际范儿做成了生意经。冷静一下，国际化真的没有障碍吗？答案是，拜托，真没那么简单。表面上王一博的国际舞台风生水起，粉丝遍布5洲4海，可一到实际落地，天花板立马显现出来。语言观、文化差异、媒体偏见，统统都是拦路虎。有些国外观众对话流双手支持，但也有人吃不惯，还拿东亚美学阴阳怪气。王一博虽然在内容创新上下了狠功夫，结合了中国潮元素和国际审美，可一旦碰到国际奖项评选、主流市场推广，立马变成乌龟赛跑，推进缓慢。更尴尬的是，国内一些同行看王一博越来越火，直接跟风出海，卷得一批人跟风泥石流。中国娱乐圈的内卷外销到国际市场，结果就可能变成水土不服。而且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国际饭圈的流量出口不是包邮免税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就可能让偶像变成过气流星。在大牌艺人都难免被比作潮流一阵风，国际化的后劲和长期竞争力
考量的是全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对外传播智慧，而不是一夜爆红的手艺。王一博未必能代表所有中国艺人，但他起码在冲破壁垒的路上替大家趟出了点坑。说到这儿，我忍不住想给王一博竖大拇指，你真是能把跳舞和飙车搞成省级赛事了。可是，国际化这玩意儿，归根结底不是靠某个人3两下就能打通关的。大家都夸王一博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，听着高大上，但你要真把希望全压在偶像个人魅力上，总归有点想不开。啥叫文化输出？不是满世界撒艺人名片，也不是哪天全球都看同一个偶像跳舞。要硬说王一博就是中国文娱产业的全能王牌，有点像东北农村选劳动模范，大家都认，但真要一个人刮起产业升级的大风，恐怕难度比考4级还高。反过来，那些冷眼旁观的质疑也没啥大毛病。有的路人说，你吹得再厉害，国际市场认不认得靠实际说话。有的挑刺，你这风头再劲，不也可能3、5年就过去？咱不能只盲目刷民族自豪感，更得脚踏实地搞创新输出。王一博能火是厉害，但国际舞台的长跑才刚刚开始，后面到底谁能接棒，难说。从流量偶像到国际新星，王一博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成长史，也是当代青年面对外界质疑与内心坚持的一次生动诠释。很多人初识他时，或许只觉得他是青春洋溢、舞台感十足的偶像，凭借帅气的外表和舞台表现赢得了一大批粉丝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一步步用实际行动去突破流量的标签，走向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。这种跨越与逆袭，真正刷新了大众对他的认知。人们常常会把偶像与短暂联系在一起，认为流量型艺人难以长久保持热度，但王一博却打破了这种固有印象。他不仅在娱乐圈稳稳站住脚，还在更多元的领域展现出无限潜力。讨论王一博的成长轨迹，首先要看到他身上的坚持与耐心。偶像出身的他，从不否认自己曾经依靠舞台与人气走进大众视野，但他更清楚，只有不断打磨自己，才能让事业走得更长远。于是，他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学习、训练和挑战新的领域。无论是演技的打磨，还是赛车、滑雪、攀岩等高难度运动的尝试，他都以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面对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每一次亮相，不再只是简单的曝光，而是让人看到成长与突破的痕迹。这样的蜕变，给了观众一种强烈的认同感。他不是依靠炒作维持热度，而是凭实力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道路。其次，王一博的逆袭之路，体现了青年力量与时代精神的契合。当下社会，年轻人最不缺的是个性与梦想，但真正难得的是坚持。王一博在面对外界声音时，选择用沉默与努力回应。有人质疑他演技，他就潜心学习角色，揣摩台词，拿作品说话。有人认为他只会做偶像，他便勇敢地投入到赛车赛道上，用冠军成绩来证明自己。这样一种用实力回应质疑的姿态，不仅是职业发展的需要，更是对青年担当的最好注解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能从流量偶像逐渐成长为国际新星，获得越来越多来自海内外的认可。我们还不能忽视王一博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。随着他的作品走向全球，他在时尚圈、影视圈乃至体育领域的曝光度逐渐提升。无论是登上国际时尚杂志封面，还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赛事，他都以一种沉稳、专注的姿态亮相。这种形象的塑造，改变了很多人对流量艺人的刻板印象。人们开始意识到，所谓流量，并不是贬义词，而是通往更大舞台的起点。通过努力和选择，流量完全可以转化为影响力，甚至成为文化传播的桥梁。王一博的经历就是最鲜明的例证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王一博的逆袭也给整个娱乐行业带来启发。如今的演艺圈，
快餐式的走红与消逝屡见不鲜，但王一博却选择了慢下来，选择用质量和内容打动观众。这种选择看似冒险，因为曝光频率下降往往意味着热度下降，但事实证明，他的热度不仅没有流失，反而因为作品和成绩的累积更加稳固。这也说明，观众需要的不是表面的热闹，而是真实、真诚与力量。王一博通过实际行动告诉行业和粉丝，只有尊重作品、尊重自我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一博的逆袭并不是单纯的幸运，而是建立在长久的自律和拼劲之上。无论是拍戏时长时间潜水的敬业，还是赛车训练中一次次的摔倒与爬起，这些细节构成了他最真实的底色。所谓逆袭，其实是无数努力的累积，是他用汗水换来的成果。也正因如此，他的成功不仅仅属于他自己，更是一种对所有青年的激励。很多粉丝在他身上看到了坚持梦想的勇气，也学会了在困境中保持专注和拼劲。在总结王一博的成长与蜕变时，我们会发现，他所走的路并没有什么捷径，流量只是起点，而不是终点。从偶像到国际新星，这条路充满挑战，甚至伴随着无数质疑。但王一博用事实证明，只要不断前行，坚定选择，任何标签都可以被重新定义。他正在向世界展现一个多元、真实的青年形象，既是演员，也是赛车手，既能登上舞台闪耀，也能在赛道拼搏。他的故事是一首属于奋斗者的赞歌。对观众和粉丝来说，王一博的逆袭之路其实也是一面镜子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容易被外界的评价左右，觉得自己能力不足，觉得前路不明。但王一博用行动告诉大家，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外界的认可，而是来自内心的坚定。无论别人怎么看，只要坚持做自己认定的事，未来就会给予最好的回馈。我们或许无法像他一样站在聚光灯下，但在自己的生活舞台上，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努力去实现价值。最后，想对每一位关注王一博的人说，他的故事并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未来，他还会在更多的领域挑战自我，带来惊喜。作为观众，我们不必只停留在顶流这个标签上，而是去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青年所付出的努力和坚持。从流量偶像到国际新星，这不仅是王一博的逆袭，更是一代年轻人拼搏精神的缩影。希望大家在为他喝彩的同时，也能从中获得勇气，把这份拼劲转化为对自己生活的动力。你以为王一博只是一个偶像？其实他早已用行动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流量不可怕，真正可贵的是把流量转化为成长，把热度化为力量。而这正是他作为青年榜样最打动人心的地方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